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宁，谢谢。朋友们，我上一个赛段讲了自己出操这个事儿，然后呢，我这个赛段准备为我的原生故乡发声。我是一个东北人，东北这整个地区从来没给人留下过精致的刻板印象，你发现没有？一直比较粗糙，甚至有些野蛮。我认为这件事儿跟近几年的影视剧作品有撇不清的关系。有一个事儿我很挑理，朋友们，我平时很喜欢看那种悬疑电视剧。我就发现啊，就近3年，我看的大部分悬疑电视剧，那个受害者都死上世纪90年代东北炼钢厂里头了，基本上都是那个极端的人干的。我看了有几个跟我爸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漫长的季节，平原的摩西，我搁里头都能看见鞍钢的锅炉啊。我都查过，朋友们，这事儿很不合理。90年。辽宁省 GDP 是全国第4，上海全国第8。但是在90年代电视剧里，上海演的是繁花，东北还在杀人，就感觉在有的电视剧里，钱都让上海人挣了，人都让东北人杀了。上海永远黄河路，东北永远黄泉路啊！讲这段子就想送给双雪涛老师，真的，这些作品你可没少写，双雪涛老师。真的，双雪涛老师在这个东北犯案率作品里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有一个最出名的作品叫什么？刺杀小说家是吧？真狠起来连自己都杀。朋友们，你要像平原的摩西、漫长的季节，这些都还好，我都能接受了，起码他名字比较高雅，有点文艺气息。我看今年他为了贴东北人脸啊，已经开始不装了，从电视剧名就开始骂了，直接叫低智商犯罪了叫。低智商犯罪，我里头东北人就负责低智商啊。泽华、新仔、老舅、雷佳音、烧饼。你下一步还怎么起名？你叫东北傻子来犯法不就完了吗？就负责低智商东北人，那里也有犯罪，那里的大 boss 是谁？王传君演的是吧？王传君是上海人。影视剧给咱们刻画的印象非常死板，这么多年了，我活了32年了，没见过哪个影视剧刻画过东北的都市和现代的，没有。你见过哪个电视剧叫东北都市浪漫情感大戏的？东北情感大戏叫乡村爱情。哇，你就感觉电视剧里东北的城市一直在杀人，完了大家一到农村就快乐的相亲结婚生孩子，东北人好像找到了平衡人口的动态方法。朋友们，哎，这是一部分。东北人不精致的第2个原因跟自己有关系。我发现东北人特别不会起名字，尤其是在商业上。我在上海陪女生去过美甲店，我发现那些美甲的命名啊非常精致，什么16切天鹅湖圆钻、网红氛围感海洋裸钻。我去过铁岭一个美甲店，大姐的分类简单粗暴，闪钻、假钻。你在上海问那些人钻有什么区别，那店主会告诉你这个适合冷白皮，那个适合暖白皮。问大姐闪钻跟假钻有什么区别，她告诉我这是玻璃，这是塑料。这句都是我编的。大姐原话是：你个男的也不贴钻，不买就给我滚，听见没？不会精致的包装，完全不会。东北有一个最出名的衣服叫皮草，对吧？我很挑理，一个东西原材料都火了，没有一个奢侈品牌。我一直怀疑东北原来也有路易威登，他就不会起名叫老陆家裁缝铺了呢，就进批发市场了。真的，很多精致的概念咱们也不会。最近几年是不是流行那种全什么什么宴的饭店？羊肉为主全羊宴，以螃蟹为主全蟹宴，素食为主全素餐厅，人均消费都过1000。我回鞍山，我发现那些以猪肉为主的原材料餐厅，凭什么就叫杀猪菜啊？杀猪菜一听是不是大米饭就随便管他要？我还真吃过全素餐厅，朋友们，全素餐厅2个人花了2900块钱。2900块钱一顿饭，吃完之后去马路对面花15块钱买肉夹馍才吃饱的。我就问领我去全素餐厅那人，我说凭什么这种高档的饭店这么贵？
他说窄，这种高档的饭店很多都是高端商务人士，谈上千万、上亿的大项目，来这儿有高度的私密性。朋友们，真的，我认为纯扯淡。高端的饭店是私密性最差的地方，就你俩人吃饭，8个服务员转圈服呢，有一个嘴碎的啊。反而朋友们，我认为全世界私密性最好的饭店就是杀猪菜，就是那种没有包房，全是大厅的杀猪菜。你随便谈，都在大声喧哗，没人听清你讲什么玩意儿啊。朋友们，你想想，最近几年有很多明星塌房那个录音，哪个是搁杀猪菜里传出来的？对吧？你随便录啊，我放出来全是脏话那玩意儿。你别说录不清，那都在抽烟，看不清你人在哪儿呢都。那才是私密性最好的地方。而且朋友们，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你在杀猪菜里谈上千万、上亿的大项目，被旁边人听见了，也根本无所谓呀。所有东北大哥都在那吹牛皮呀，搁那呀。我的妈！你谈上亿项目，你都上不去人那桌啊。那桌俄乌战争，那头中美关系，那头中东局势，你只谈钱。朋友们，你想，就哪怕那些塌房进监狱的明星，就在杀猪菜里拍着旁边大哥肩膀，大哥，我逃税2个亿，大哥，你逃2个亿，我们刚杀人啊！祝各位生日愉快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凯峰，谢谢。我首先非常喜欢今天这个赛制啊，我们是上一轮1v1对决的2个选手，这一组组成了队友，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。我觉得世界杯如果这样比的话，那阿根廷和佛得角会一同步入下一轮。我这一轮最大的收获就是和肉食动物结成了这个队友，他们是2个非常好的我的2个忘年交的朋友，现在是。忘年交。然后我们的组合名字叫风味肉食，我也非常喜欢。其实你观察过自然界的风吗？风也是一个非常贪婪的饕餮，因为它会把食物的味道先吹起来，自己品尝一口。哪有什么锅气，那是风在偷吃而已。我今天想用一个娓娓道来的风格给大家分享一个自行车的故事。我这段子是这样写的：首先，我有一个骑了13年的老自行车，这个车我非常喜欢，但是很破了，那个车脚蹬子都磨平了，那老蹬子老难蹬了，所以我平时也不锁，没有贼会惦记我这车，我这车有锁我不用，我就挂车上当摆设。后来锁丢了，我就明白这车肯定丢不了了。高中的时候，我骑车挑战过北京的4环，4环它有60多公里，我当时是一口气骑完。我和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叫李哥，我们一块儿骑的。李哥是身体真的特别好，李哥是1年4季都不穿长裤的，他冬天也穿短裤啊。一说要骑4环，李哥兴奋的腿毛都立起来了。我们当时从北4环的那个北京大学出发，骑一圈回到北京大学，北大是终点也是起点。我们俩就像北大的毕业生一样，后来谁也没考上北大。但我们始终以北大为荣。骑完那个4环以后，李哥又开始准备要挑战5环。我问他说：“李哥，咱都骑过4环了，你为啥还要骑5环？”李哥思考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因为5环它比4环多1环。”我说：“您才是真的5环之歌啊！”那个5环路况非常复杂的，很多地方都是乡道，一个不小心，李哥就和乡道上的乡民相撞了。谁能想到多的这一环是险象环生的环？李哥受了一些擦伤，人没大事儿。他其实都没必要受擦伤的啊，谁让他非得穿短裤？乡民也没事儿，因为乡民是机动车，乡民全责，全程都在责骂李哥，而且还讹了李哥200块钱。李哥一直耿耿于怀，直到10年以后，北京取缔了3轮摩托车。那一天，李哥往朋友圈分享了一首《好日子》。最敬佩李哥的就是，骑完5环以后，他又开始研究如何骑6环。我都不敢想象，他要是真的拿下了6环，他下一步该干嘛了？下一步7环，7环这么近那么美，李哥骑河北。
8环李哥该周游中国了，9环环游世界，李哥走赤道。10环李哥该上天了，10环李哥会变成一颗短裤卫星，绕着我们一闪一闪亮晶晶。当然了，前面这些环如果李哥又出了车祸，那他也会直接变成天上的星星。好在他后来没能骑成6环，因为他后来发现6环压根儿就没有辅路，没法升级路。李哥后来就开始升级车，他是后来把他那个自行车换成了一台2手的死飞自行车。死飞了解吗？死飞这种极简主义自行车啊，它追求最少的零配件儿，所以死飞没有闸。我曾经问过李哥，这个死飞的全称是不是死得飞快？李哥非常幽默，他说不是，是死于非命。我说那别骑了，而且他买的是一个2手死飞，你很难不怀疑1手那位曾经发生了什么。后来李哥自己也发现死飞不太好骑，所以死飞的功能就变成了李哥平时骑这个死飞去地铁口，然后改坐地铁出行。我说李哥太厉害了，你花钱买了个共享单车。李哥平时也不锁车，我也不锁车，还记得吗？我们俩这个理念不一样啊，我是不在乎，我这破车骑了13年了，哪天丢了就是缘分尽了。李哥是单纯的不信邪。所以后来李哥报警那天呢，我乐坏了，我直奔派出所。当时到了以后是一个夏天的晚上，这个时段派出所就特别像那种网红餐厅，你都得等位。它是一个治安事件的高峰期，李哥当时就拿一号跟那儿等叫号。李哥一边等号一边偷听上一桌客人的案情。看见我来，他也高兴，拉着我说：“派出所太有意思了，咱们以后可以常来。”后面这个办案的过程，警察对我们是保密的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，李哥的自行车真的找回来了，警察真把这事儿办成了，太可惜了，真厉害！警察把自行车交还给李哥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那贼先原地学了5分钟，然后才把你车骑走。那贼差点也死于非命。”经历过这件事儿以后，我觉得李哥是终于明白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，因为他终于养成了锁车的好习惯。最近李哥打算把这个死飞给卖掉，他发了个帖子，他说出3手死飞，赠5分钟教学。我说李哥不严谨，4手，那贼也算1手。我看了眼李哥的报价，比他2手买的还高。我说李哥，生意人，你打算怎么把这个死飞给卖掉？李哥的那个话特别像一个2015年的创业者。李哥说，首先我们要讲一个自行车的故事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远七啊。Hello。我总是觉得我现在是人模狗样。对，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大穷鬼，穿得很破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风尘仆仆的感觉。我当时跟朋友第一次见面，他问我：“哎，你家住哪儿？”我说：“我住火车站那边。”他说：“你是不是住火车站里边？”有一种这种气质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上海时装周，我非常想进去看看，但我没有票。我想滥竽充数。我直接用猫步走的正门，真进去了。我当时觉得人还是得有自信，因为我走一半，工作人员就给我领进去了。他说：“师傅，拆吧。”我们晚上管饭，我说：“来了。”对，我觉得穷的时候就是生活像盲盒一样，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。我住过一个酒店啊，非常有意思，它隔音非常差，它差到什么地步？有一天我睡到中午，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请问625打扫房间吗？我说我是525啊。这个时候我听见第2个声音，问我呢没问你，进。
我隔着楼层听见保洁推门，又出现了第3个声音，谁让你进我屋的呀？哎，我们3个就是需求不同，我们但凡需求一致，会像个合唱团。当当当，打扫房间嘛，进进进。太梦幻了，我感觉我住在童话里。格林童话写的不会就是格林豪泰吧？毫无隐私可言啊！但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管不上隐私啊。那个网上说酒店的镜子里面会有摄像头啊，我破罐破摔了，依然全裸。当我会在路过镜子的时候，我突然看他一眼，我要让他，他怎么知道有摄像头呢？那怎么知道有摄像头还光着屁股呢？啊，这个男人穷的可怕呀！因为穷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潇洒感。我当时用的耳机可以代表我的态度。我当时在用一个6.9块的无线蓝牙耳机，6.9块。哎呦，它都不是某果的赝品，它是华强北的赝品，假华强北，像华强。戴上那个听歌不一样了，你能听见电。但我还是觉得戴6.9块的耳机姿态很帅很潇洒，因为真的耳机丢了你会心疼，但我这个耳机丢了就丢了呗，有回听完歌我都扔了。我这么一扔它炸了，它6.9块我都当听完歌的赠送我一个摔炮。我穷的时候非常自如，我以为我挣点钱之后会更潇洒，但我会时常反而觉得窘迫。比如说这个坐头等舱的时候，哎，没有，啊，对，坐过一次，哎呀，还是跟你们说有成就感。我跟我发小炫耀，他都听不懂。我说哥们儿，我有罗永浩、杨天真微信。他说我还有何炅、谢娜 QQ 呢。坐头等舱压力很大，我觉得我不配那种无微不至的服务，对吧？空姐会蹲下来，先生给您拿拖鞋，先生给您拿的水果，先生给您拿的毛巾。我说我是不是得癌症了？你给我拿点靶向药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不配，而且这个头等舱通道我也不敢走。我觉得我一走头等舱通道，所有排在经济舱队伍的人就要停下来等我，让我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也排在经济舱队尾。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插了我的队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反而是感觉到一种兴奋，因为他错在先，所以他给了我一种理直气壮的膨胀。人性就是这么复杂。我第一次坐头等舱，但我当时心里就4个字，我说：大胆刁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在他身后静静的等，我等下一个马上就要到他的时候，我立马闪现到头等舱通道。我拿着我手里的机票，我跟地勤说：不好意思，我是头等舱乘客。他说：好的，先生，我们先让老人先走好吗？非常羞愧，非常羞愧。而且有时候你越心虚就越添麻烦，啊！飞机刚落地，我一起身就把手机滑进了头等舱里面的座椅里。我本来以为头等舱它就是一把椅子，但那里面其实非常复杂。这个乘务长走过来，给我手机打电话确认他在座椅里面的位置，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才确认。然后所有空少和空姐就蹲在那儿围着帮我掏了1个多小时，直到这个机长走过来说：我们还需要多久时间？我们要耽误后面的飞机延误。这个时候我心说，这个手机我是真不想要。手机你跟着飞吧，你以后是飞机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乘务长最后把手机递给我的那一瞬间，我非常羞愧，我发自肺腑地说：我错了，非常抱歉，实在是太麻烦你们了。乘务长说：对，对。我感到意外，所以重复了一遍，但我又感觉我的重复像是质问，所以我就赶紧补了一句：不起。我快速的红着脸跑下飞机，心里非常愧疚。但这个时候我看手机上有好多未接来电，我就给回了过去。我非常懵懂啊，
直到对面说又咋的了，这位乘客呀？啊，好，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哎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马，谢谢，28岁是个女生，我是个退役跳水运动员。谢谢，确实长得很小啊。最近《哈利波特》重拍了，我朋友让我去试试，我说我演小哈利，你演小多比。我跳水最好的成绩是亚洲锦标赛冠军。哎呦，谢谢。其实没啥好炫耀的，因为身边有很多队友都是奥运冠军，很忙的。我现在想见他们，得在洗衣液、牛奶、矿泉水瓶上。有一次去超市就碰见我队友了，看他站在洗衣液上这么看着我。我想我来都来了，肯定得支持，把洗衣液藏到洗衣粉后面了。像我这样成绩的运动员也是会得到一些关注的啊。前段时间有个记者要写一篇运动员的报道，找我接受采访。他说我们采访过很多奥运冠军。我说哦，那我是要跟他们上一篇报道了。他说你们板块不一样，他们是奥运金牌篇，你是生存现状篇。他问我为什么退役之后没去当教练。不是我不想当，跳水太小众了，人家会去学游泳、学打拳，没人会学跳水，除了天津大爷。我觉得学跳水唯一的好处就是有人掉河里了，我能去救他，但我的前摇很长。人家说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来了，救命！就我刚起跳，这人就飘起来了已经。我刚退役的时候，其实尝试带小朋友游泳，但我这个体格真的保护不了别人。有一次，一个小朋友游着游着呛水了，我蹲下去捞他，没捞上来，他把我蹬下去了，我俩在泳池里面扭打了起来。救生员把我俩捞起来之后说：“你俩游泳怎么也不叫个大人呢？”确实干不好这个事儿，我就从泳池里游起来，在岸上找工作。我遇到过那种很奇怪的 HR， 就他看到我是跳水运动员，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，说你认识全红婵吗？我说当然了，我家也有电视。他又继续问说你们都是一个圈的，你能要到签名吗？哎，我心想你要他签名干嘛？又不是他签你的劳务合同。我说能，你回家等通知吧。后来又投了很多简历，都被拒绝了，说运动员没有文化，没有社会经历。我能咋办呀？我也得活着呀。我就看直播带货挺赚钱的，我就搞直播，非常顺利。刚开播5分钟就引起了平台的关注，给我封号了，说我是未成年人直播。后来我就找客服，客服让我在直播间多提自己的年龄。直播之后我就开始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28岁，中午吃了凉皮15，我28。后来没说未成年直播了，跟我说禁止 AI 直播。后来平台终于相信我28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吸引过来的粉丝都是小学生，咋推的流啊？看着我之后说：“哎呦，金龟子。”这些小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开始问我：“你作业做了吗？你玩蛋仔派对吗？”都是小学生，我就没法变现。有一次有个小朋友打赏了100块钱，因为是未成年人，又直接退回了。人家想的都是怎么把粉丝群体扩大，我想的是怎么让粉丝群体长大，真的太难了。然后这些小朋友相信我是28之后，又开始问我一些数学题。初中数学，我哪会啊？但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运动员是没有文化的，我就硬撑。他们说：“小马，这道题怎么算？”我说：“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？咱们直播间就没人会这道题了吗？会的人把答案打到公屏上。”我妈看我这么做直播，太心酸了，她就去直播间解答小朋友的问题。
我说谢谢这位网友，但名字能不能不要写小马的妈妈？我现在是全职在做喜剧，真的很开心，甚至都没有那么羡慕我的队友了。你们想，奥运冠军能来参加喜剧之王的比赛吗？不能，他们顶多来当嘉宾。我现在讲脱口秀，和朋友一起演即兴喜剧，然后做自媒体，还有播客。我同时干4件事儿，但还是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。我朋友就夸我，他说你干这么多事儿都不赚钱，就因为你纯粹。骂得太干净了，谁想纯粹啊？我想浑浊。我搞喜剧是为了纯粹吗？我是为了登上洗衣液。而且我个儿小，我可以去旅行装，我就这样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洗衣之王小马。哎，楼上楼下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大卫，谢谢。我时常在想，父亲到底是一种身份还是一种权利？别害怕啊，我们长发男有时候说话就是这样。但如果他不是一种身份的话，我爸为什么每次都要强调他？我们两个每次吵架，我爸总会跟我说：“你听我的就完了，费那么多话干嘛？”我是你爹，咱也不知道谁忘了，谁能忘呢？咱俩吵架也不是因为我记忆力不好啊。我朋友上我家找我出去玩，你不让我去也不直说，非得问，谁让你去的？我说。我很难解释这件事。那网吧充50送200，那他不叫我去我也去呀。我时常觉得我是在跟一个身份，而不是跟一个人去跟他交流。但我最近想法有些改变。我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爸突然拿出一个授权书让我签字，说他要去冬泳。冬泳这个项目大家知道吧？是一种东北非常经典的冬季极限运动，危险系数大概能排到第2吧，第1是舔铁。我说那授权书是干嘛？他说，组织者允许去，但必须拿到配偶或者子女的签字授权，因为还是多少有一些危险性，算是一个免责声明。我妈不给他签这个字，因为他前2年刚做完手术，身体不是很好。俩人因为这事大吵一架。你说这么大岁数吵架也不背人儿，俩人跟飞大厨似的当你面吵，两个人只能来商量我，给我洗脑，一直跟我说冬泳的好处，说可以强身健体，可以长寿。哎，在我们那是有这种说法，但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。冬泳可以长寿，哎，他如果真的能让人长寿的话，那泰坦尼克号的主角应该活到现在。对吧？你要真的觉得冬泳对身体好，你何必去那儿呢？你洗澡的时候往右边拧一点不就得？我说爸，咱们考虑一下身体情况，好吧？好说好商量，咱干点别的，比如说跳广场舞，是吧？你们见过跳广场舞吧？你们那儿只是跳，我们佳木斯发明了广场舞。你们可以去网上查，佳木斯快乐舞步是广场舞的雏形。97年，一个叫于继承的人发明的。佳木斯·奥本海默，就是他很难想到，当初他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，就是不行，不去跳广场舞，说不过瘾，死活带我去那个冬泳场地去看一看。我们那个冬泳场地就在冰雪大世界旁边，我们两个在江边往那个集合地走着。前面6、7个大爷，前一秒还走得好好的呢，下一秒，突然就把衣服脱了，然后开始热身。你们见过老头热身吗？就只穿个泳裤在岸边一边走一边拍打自己的身体，就是这样。你就感觉他们让看，但一次只能看一个。是我个人的问题，我离开咱们老家有点太久了，
我确实沾染了一些这个一线城市的习气，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场面。我知道可能有其他的地方，比如，希腊，大家以展示自己的身体为美，但这不是希腊，好吧？我只是叫大卫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非得看，走到那个场地，那江里面游的都一群老头，就露个脑袋，一群老头头。我爸还跟人打招呼说：“你看李叔就搁那游呢。”我李叔人挺好，但他人挺坏。他看见我过来，他还让我下去，说：“大侄儿来呀，下去，试一下，没事儿。”我是不敢下去，我倒是说没礼貌，不想理他，是因为我们老家三江平原，松花江、乌苏里江、黑龙江，水域特别发达。每一个小孩关于安全的第一条要务，就是在水边玩的时候，有人叫你下去，别答应。可恶的水鬼为了让我下水，竟然伪装成李永强。我说爸，我不能给你签这个字，无论是出于体面的考虑，还是出于你身体的考虑，我都不可能给你签这个字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爸直接生气了，那个气氛确实有点尴尬。我那个瞬间甚至有点回到当初我爸不让我出门的那个场景，但我发现其中有一些东西发生了转变。我意识到我签字可以决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又回到了那个问题本身。所以，父亲到底是一个身份还是一种权利呢？权利来自于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权利的想象，是不是有点太哲学了？我都说了我是个长发男，但好在我是个东北人，我们东北人都是哲学家。我们甚至在吃饭喝酒的时候都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咱俩谁是谁的爹？我说爸可以，我可以给你签这个字，让你去动用，但你得先让我问几个问题。谁让你去的？我爸直接是，我跟你李叔商量好了，下周去。啊，他让你去你就去啊？那个瞬间，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发生了转变，但我爸很明显不适应这个新的结构，所以他终于还是说出了那句话：“你跟我废什么话呀？你听我就得了呗，你别忘了我是你爸。”我依然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答。你希望我如何回答你呢？你别忘了我是你爸。哦，是有这么回事儿哈。我想起，哎，我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呢。今天我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刘大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震。第一轮讲了个最近去看病的事情，然后第二轮讲了一个最近遇到的骗子，这一轮讲一讲看病遇到的骗子。我们有好几个病友群嘛，经常就会混进来一些骗子啊，我很难受，你们很难理解我这种心情，因为我是群主。建这个群是让大家汇集力量嘛，互相帮助一下。结果骗子进来一锅就把我们全端了，我等于给骗子打了个窝，你懂吗？是吧？哎，他们就怎么说呢？就冒充患儿的家长，暗戳戳的在那打广告，啊，就听他这么一讲，你感觉我们这个病啊，上海五官科治不了，北京协和同仁都治不了，但是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崂山路与海河路路口向北500米那个王振华医生应该有90%的把握。我老听人说寻找王医生呢，这么偏是不太好找。哎，你看那个医生一看就靠谱，他头像啊是自己举了个锦旗，写的在世华佗。华佗那会儿都没这个病，华佗那会儿这个病就叫瞎了。华佗肯定治不了啊，治不好的病，华佗肯定不会碰的，因为华佗上一世就是碰了治不好的那种头疼，这回把曹操咔一刀就完了，才去转世的，转到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。哎，那个骗子医生那个文案写得很夸张，王老先生6代祖传世代医学世家，就很玄学，整得跟那个大师一样。哎，他那个疗法也都是自创的一套理论，属神经穴位注射，
纳米针灸离子导入。哇，这个很听着就厉害，就那种传统古法手搓高科技。这么一听好像也不太像他自创的，像是华佗跟爱因斯坦联名了一下，是吧？华佗开的方什么 E 等于 MC 方。看不见看得见，那都是相对的。狭义上你看不见，广义上你被更多人看见了。我听着我就治愈了。确实是大师这么厉害的疗法，基本上治的都是那种3甲医院不敢治的病。大师主打一个胆大，大师应该派他去拜见越王勾践。而且一般怎么说呢？靠谱的治疗啊，你评估疗效，首先要排除什么安慰剂效应。大师治疗主要就是给你扎针，然后充分运用安慰剂效应。它有很多种方法，让你感觉视力似乎是提升了那么一点点。说给你扎1个月的针，那个视力表能多看1行，多看1行。你1个月不玩手机，能多看2行，几按睛明穴都能多看1行。再说了，扎针肯定有效果，你往脸上扎多疼啊！扎3针，孩子就开始背那个视力表。家长带着来这儿看，真是没招了，扎1个星期，孩子全招了。孩子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其实我能看见，妈妈，妈妈。”假头衔、假技术、假疗效，3甲医院。鉴别这种3甲医院其实不难，你就看他有没有在那营销推广做包装。正经的医院，厉害的医生哪有空啊？这忙的脚都沾不了地，对吧？现在很悲哀，被这些骗子逼的，那些医生百忙之中也得出来做这种医学科普，都刷到过吗？对吧？就被他们逼的，因为那个舆论地方你不占领，那个信息就被骗子填充了啊！逼着医生出来跟大师抢人。Doctor 硬刚 Master。你要但凡懂一丢丢英语，你就知道 Doctor 比 Master 厉害，对吧？你看完了 Doctor， 回头还再去看 Master， 你就是吃饱了撑的。搞得 Doctor 发完 paper， 回头还得当个 TikToker。那医生啊，就无精打采、一副要死的那种，强行还在那科普说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同仁医院眼科主任，今天分享一下青少年黄斑变性这个病。这个病呢，现在还没得治，今天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。骗子闻着味道就来了，下面留言说我家孩子治好了，在那个陕西宝鸡岐山县那个王。医生在上面苦口婆心，骗子在下面日进斗金。我跟好多这种家长聊过，因为后来加强了审核，进来之后呢，有人申请进群，我先审他一会儿，聊了一下，发现大多数去看这种医生的那种家长，去之前心里其实有数，知道大概没什么用，但他就觉得孩子这样了，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你可以呀，什么都不做总好过你乱来呀。老想着要做点什么操作一下，家长心态跟那个散户一模一样。钱放在账上，他难受，老想要操作一下，操作一下。你多操作几下，钱就不是你的啦。孩子还没瞎呢，家长先选择性失明了。我理解这种焦虑啊，你花点钱，问心无愧，对吧？但是能不能找点那种性价比高一点的骗子？啊，我妈就带我也去看过一个大师，但流派不一样，他是那个更古法一些，那个做了一场法事。啊，就是你尽量不要被骗太多钱，因为万一啊哪天真的突然他就能治了，你家钱没了怎么办？对吧？花了最后一天钱把孩子给治好了，孩子一睁眼，家徒四壁啊。白茫茫一片，孩子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真给我治好了吗？妈妈。”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呢？妈妈，我不是白内障吧？妈妈，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奎，今年的新人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
今天想给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叫六元咖啡馆的故事。2023年的时候，我确诊并陷入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精神类问题，但这个不用紧张啊，这个在我们这一行算入行许可证。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飞去了云南大理，因为2023年的时候，刘亦菲和李现那个电视剧特别火，去有风的地方，两人甜甜恋爱，我很羡慕。我去了，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刘亦菲不在。但是大理真的有风，因为当时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我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我生病了。”我妈说：“儿子回来考公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说啥？”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就叫六元咖啡馆，它是在大理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面。我住在村子里就是觉得僻静能疗养身心，结果我发现所有的精神病都是这么想的，欢聚一堂。我们咖啡馆没一个正常人。我来这之前，我感觉自己只是精神有点问题，躯体有点异常，情绪有点障碍。我来了之后，来了云南之后，我单纯发现我只是皮肤有点干燥。我在这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大太阳。他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，每天会做一件事，早上起来站在村口的石头上，对着苍山喊话。他会对着苍山喊一句全人类都不会说出的话。每天早上起来站上石头，对着苍山这么说：“我是大傻子。”哎，他还是学播音主持的，他是字正腔圆的：“我是大傻子。”每次都是这么喊，他指望苍山怎么回复？苍山无语。喊完这一句话，拿着一大杯咖啡就走了。顾客看了都懵了，说：“咋是喊大傻子就有咖啡吗？那喊小傻子是不是有浓缩呀？”但是各位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我感觉很奇怪。我每天听他这么喊，我从他这句话里面喊出了一种哲学的感觉。哎，我是大傻子这句话太妙了，它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肯定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大太阳喊完这句话，就没有人能否定他了，因为他已经否定了自己。要是还有人再敢否定你，那双重否定代表肯定。我当时还是感觉奇怪，因为人来人往那么多人，高低有点丢脸。我就问那个前台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喊，前台反问我说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喊。他说这是大理，大理是啥意思你知道吗？就是当大傻子没人理在这儿。各位，从他们的身上，我是真的有了很多的感悟，因为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不敢承认我是一个傻子的人。我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正常都会感到自卑。你比如说平时生病，真的有躯体反应发作，呼吸不上来，手抖，别人问我怎么了，我只敢说我憋着玩。后来他们都传刘奎是癫痫，但各位在大理我从来没发作过，也可能我一直在发作，只是我没有意识到。因为一个人抖那是癫痫，那一群人抖，我们就都是9岁的蝴蝶，我们。大家没有正常人，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群体。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六元咖啡馆，生活中也有很多。你们吐槽同事的小群，深夜1个人2点的 KTV， 包括像脱口秀现场，咱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开心的，对吧？来这儿咱们就是为了发疯的，大家是真的都很难受。我现在敢非常笃定的保证，各位，不仅我有病，今天在场所有人都有病。我笃定的保证，你们从这儿坐车到现在坐了8个小时，你们脊椎肯定有病，对吧？你们现在还笑得出来，各位，我刚刚这个梗我是在骂你们，你们居然还笑，你们是不是有病？我都不认识你们现场的各位，我居然还敢骂你们，我也有病，我真的是，对吧？现在没事，各位，如果给你们发泄一下，接下来2分钟你们来骂我，啊，不骂是吧？那我继续讲了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状态，憋着一直不敢说出来。我一直在那儿疯到了2024年的5月8号，那一天晚上灯火通明，咖啡馆夜里2点灯还一直亮着，大家在苍山下为我送行，大家大声喧闹，对着苍山肆意的喊话，声音非常的大。但我那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苍山也会说话。那天晚上我们大声喧闹，苍山对我们说：“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啊？”讲这一段故事，我大概是几天前写的。我跟咖啡馆的各位朋友们，我们都交流了一下。我说我要在线上讲这一段了，为了保护你们几位的隐私，我会在接下来的段子里所有的名字都用化名。他们要求我用真名。老板跟我说，他现在知道的呀，现在那个最近有新规，都得实名制。
我说实话，我其实是一个挺自私的人，我特别害怕这一段播出去，不管成绩如何，播完之后有流量了，你就火了。你火了之后，咖啡馆的人越来越多，再也不是我当时的那个乌托邦了。老板就安慰我说：“你别耽误我赚钱。”但是记得，有病常回家看看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奎，就说到这儿。哎，大家好，阅兵！来点大傻子喜剧，来吧啊！讲讲我的过去，我讲讲我的学生时代。我有一个很难忘的学生时代，因为我曾经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全校所有人都会模仿我的一举一动。没错，我是个校领操员。全校最熟悉的背影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朱自清的父亲。当然，在成为校领操员之前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啊。怎么说呢？我在我们班连路人甲都算不上，顶多算是一个甲乙丙丁路人鬼。后来我发现学校会在4年级的学生里选一个学生当校领操员，我说我要把握住，所以我每天刻苦训练，就希望老师能一眼就选中我。果然有一次，老师一眼就选中我了，他还夸我，他说你跳的还真不错，但不要在数学课上跳。后来我如愿成了校领操员，从小学4年级一直领到了高中，领了9年操，9年义务领操。所以前几年我看见刘畊宏直播，我就我的后背罢了啊！我对于领操有一种责任感，就是我在成为校领操员之前，我就会观察同学们做操，我发现大家都不好好做操，这固然是同学们的一个问题，但归根结底是当时的校领操员无能。所以我成为校领操员之后，我非常认真，我会借助一些动作去偷看同学们有没有好好做操，比如说腹背运动。2/3都没下去，就做了个 view。最主要的还是学校它不重视课间操。学校要是把抓学习那个劲儿放到抓做操上，操早就做好了，动不动课间操就取消了啊！下雨取消，下雪取消，高考也取消。高考那是取消课间操的理由吗？啊！进考场前不能跳。看见监考老师不能跳，都是借口。每次想到这儿，我都会默默地走到班级的最后一排，不语，只一味地做操。我想用这种方式把大家带动起来，让大家爱上课间操，刮起一股每个人都爱做操的风潮，简称“没操风”。其实我做校领操员最开始的初衷就是希望被人看到啊，但是我发现我虽然站在学校最显眼的那个台子上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个人是我。有一次我同学非常神秘，把我叫到一边说：“哎，月明，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学校的校领操员？”我说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有点变态。”我说：“你展开讲讲。”他说他总在裤裆里偷看咱们做操，我还跟他对视了呢。他那样他都没认出来那个人是我。这个事情之后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校领操员这个事儿，除了我自己，没有人在乎。我觉得大家对校领操员的重视太少了。有时候我都想，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影视作品是以校领操员为主角的，是吧，导演？拍一部挥洒泪水与汗水的青春热血魔幻巨作，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《决战领操台之巅》，讲的就是主角在广播体操中领悟了一套武林秘籍，叫
腹背运动。偷袭，非常厉害。他靠这一招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后来来了一个新生，这个新生把他打败了。他领悟到武术的精神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锄强扶弱，所以他退隐班级，考上了大学。临走之前，他对这个新生说：“未来就交给你了，耕红。”别以为我在开玩笑，真的有人因为当校领操员，被选拔进了武术学校。这个人就是李连杰，没有人知道。因为没有人在乎，他自己都不在乎。他为什么火了之后从来没有为校领操员发过声？因为他走得太远了，他忘了怎么出发。但我没忘，因为我在乎。这是我小时候唯一能被看到的事情。小时候老师就是大家眼里永远看到的是班里最特别的那个学生，学习最好的，最调皮捣蛋的，最聪明的，最漂亮，只有我好好学习，但学习不好。我真的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我一出手就是一个伸展运动，还有点骨盆前倾。别人做题一套一套的，我做操一套一套。我是个小镇做操家。当然，现在我有点释怀了，因为之前的9年我都是背对大家的，但是现在我华丽转身了，啊！一转身就是一整个青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月明。大家好，我普拉斯。看节目了吗？今天先不骂人了哈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但是有一条评论我又记下来了，说普拉斯一看就是那种烟酒都来的人，澄清一下，烟来酒不来。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，奉劝各位也少喝酒，喝多了真的很容易干出很阴间的事。有一次我们全家喝多了，凌晨一家人整整齐齐去上坟。那天晚上我和我哥哥姐姐过年聚餐，我们7个人吃宵夜吃到12点钟。我姐把酒杯一放说：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好想爷爷奶奶。”我哥说：“出发。”我问去哪，我姐说上坟。凌晨12点去上坟，那不就是去见鬼吗？我姐又说上次梦见爷爷了，爷爷跟她说一个人在下面好孤单。我说一个人，我奶回来啦。他们喝了酒，就让我开车，我不会开车。我哥说他不怕，那不如他酒驾。我哥说好办法，这样更快，可以直接去见爷爷奶奶。我姐突然又害怕了，我说害怕就别去。她转身回家把他们家狗牵过来了。一只这么大的泰迪，说给我们7个人壮胆。狗得多害怕啊！凌晨7个广西人带我去上坟。最后我们7个人骑着电动车就出发了，目的地是墓地。一路上我心惊胆战，十分害怕：一怕电动车没电；2怕电动车有电，但是突然没电。凌晨3点到的墓地，刚到，狗开始狂叫。我姐就让狗别叫，狗一听到别叫，狗叫的更凶。我姐一把捂住狗嘴说：“应该是爷爷奶奶来接我们了。”凌晨3点的墓地是关门的，全中国都一样。按道理，故事在这应该结束了。我姐指着关着的电闸门说：“来了都来了，给我翻！”我哥哥姐姐他们年纪不小了，他们翻的时候，我都听见他们腰间盘突出摩擦的声音。为了保护我姐，我抢先翻过去接我姐，我姐一个没站稳，啪就给了我一拳，我痛得在那里哎呀哎呀的叫。
我一叫我姐就让我别叫，狗一听到别叫，狗又开始叫，我姐狗一顿乱叫，守灵人醒了，我姐下达新的指令，开始跑步。我们全家7个人和守灵人在公墓湾捉迷藏，喝多了跑不动，主动和守灵人会合。他先是确认我们是人是鬼，再问我们来干嘛。我说来给爷爷奶奶上坟。他说没有人晚上来上坟的。我姐说因为真的很想爷爷奶奶 ，you know 。守灵人说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姐说思念是一种病。场面一片混乱，僵持不下。这时候我有一个姐姐，手里拿着一个红包，拨开人群走到前面，和守灵人说：“你拿着。”守灵人说：“我不要。”他说：“你拿着，我不要。你拿着，我不要。”我姐啪就把红包塞到守灵人身上，转身就是一句：“公职人员不允许收红包。”好一招逆转裁判！更精彩的来了，红包是空的。那是一个过年要送出去的红包。我悄悄问我姐知不知道，她说她想赌一把。我们确实也想给守灵人一些辛苦费，他人很好，我们让他拿着，他说不能要，有摄像头。按道理故事在这应该结束了，我们上坟然后回家，但是喝多了找不到爷爷奶奶墓在哪里。我又很少回家。我们7个人和葫芦娃一样的，就在那个墓地喊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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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都不是7个葫芦娃找爷爷，是7个陶喆找爷爷。哦，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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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。每到一行说就是这一行都不是，就是这一行都不是，还自己吓自己。我哥说。我们7个人是多一个人比较害怕，还是少一个人比较害怕？说完真的害怕了，不敢往前走，让泰迪开的路。我们的策略：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上完坟出去的时候说不要再给守灵人添麻烦了，又翻那个店长门出去，翻到一半，守灵人醒了，帮我们把门打开。凌晨5点的店长门发着的怪声，这个时候我真的害怕了，因为真的少了一个人。我转身一看，我哥还骑在店长门上面，发着的怪声。真的很感谢那个守灵人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我爷爷奶奶了。我跪在墓碑前和爷爷奶奶说。我很想他们，以后会常回广西看他们。如果他们听得见的话，也希望他们保佑。我们回去的路上，电瓶有电，电动车有电瓶。思念是有魔法的，车确实有电，只是我们骑到一半就停下来了，因为我们被交警抓了。喝酒不能骑电动车。思念也不是酒驾的理由，所以梦里梦见的人醒来就去见吧，不要等到凌晨，也不要等到醉酒，因为你会先遇到交警。最后祝大家能见想见的人，上想上的坟。谢谢大家，我 plus， 谢谢。